你的膝盖一到冬天就痛得走不动，医生叫你打玻尿酸，甚至要你换人工关节。你以为这真的是骨头退化了吗？错，这根本不是退化，是你骨头里面的冷气开得太强了。今天我就来教你怎么把关节里的千年寒湿连根拔起，不用挨刀，让你的膝盖重新暖起来。诸位乡亲，大家平安。天气一变冷，很多人的膝盖就像气象台一样，酸痛麻僵硬，连上下楼梯都成问题。去医院拍个片子，医生指着片子跟你说：“阿公阿嬷，你这个是退化性关节炎啦，软骨磨损了，先打个玻尿酸润滑一下，再不行以后就要开刀换人工关节。”你听了心里怕不怕？当然怕。结果你花了大把钞票，挨了针，吃了止痛药，结果呢，冷气团一来，还不是照样痛得你在床上哀叫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不懂阴阳。西医只看到那个骨头的形状，只看到机器拍出来的影子，就说你是机器用久了磨损了。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年纪大机器磨损，那为什么你两条腿一样大，岁数偏偏只有右边膝盖痛，左边不痛呢？难道你右脚比左脚老了10岁吗？西医是在乱搞，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，他们只管形体，不管气血，这就叫本末倒置。咱们老祖宗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早就讲得明明白白，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闭。什么叫做闭？闭就是闭塞不通，你的膝盖不是退化，是被风寒湿这3个坏东西给冻住了，结冰了。你想想看，咱们台湾这个气候，夏天热得要命，大家都在吹冷气喝冰水。你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业务，流了一身大汗，一进到冷气房，那个毛孔本来是打开的，瞬间被冷风一吹，寒气直接钻进骨头缝里，或者是你运动完咕噜咕噜灌下一大瓶冰水，这股寒气进到身体里排不出去，就卡在气血最不容易走到的关节死角。尤其是透天厝1楼，那个地气特别寒，你光着脚丫子踩在瓷砖上，寒气就顺着脚底板一路往上爬，几十年下来，这些寒气和湿气在你的膝盖里面越积越多，你的膝盖就像是一个被塞进冷冻库的猪大骨，冻得硬邦邦的，气血过不去，当然会痛啊。中医讲不通则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怪年纪大，怪退化，根本是找错了凶手，是你年轻时候欠下的寒湿债。现在老了，阳气弱了，压不住这些寒气了，他就出来作怪了。当然了，这里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，遇到急症、重症，像是你走路摔倒骨折了，或者是膝盖突然急性发炎，红肿热痛，烫得像火炉一样，这种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排查，先把急性问题处理好。但是如果咱们说的是这种平时冷冰冰的，一到冬天就发作的慢性酸痛，这种底子虚寒的问题，你靠吃止痛药是吃不好的。咱们平时的底子得靠老祖宗的智慧自己养，对不对？你天天吃止痛药，那是掩耳盗铃，不但病没好，还把你的腰子都给吃坏了。那有人就问了，既然是结冰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冰融化嘛，把体内的冷气关掉。你不要觉得这个很难，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简单到你不敢相信，而且完全不用花什么大钱。今天这期节目我就不跟你讲那些虚的，我直接把这套调理体质、改善气血的方法拆解成3个大步骤教给你。你只要顺着这3个步骤做，一步一步来，你的关节就能慢慢找回原本的温度。这3个步骤你听好了，第一步叫做断寒源，也就是先把制造冷气的源头给关掉。你如果一边融冰一边还在制造冷气，那永远也调不好。这第一步，90%以上的台湾人每天都在犯错，而且还以为自己很养生。第二步叫做排尘寒，冰块已经在膝盖里冻了几十年了，我们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，把你身体里面的暖炉烧起来，把这些陈年老冰化成水，从脚底板给逼出去。第3步叫做守阳气，冰化了，排干净了，我们要把大门关好。我会教你几个日常起居的禁忌和非常简单的保养动作，把阳气守在关节里，让风寒再也进不来。只要你带着进度把这3步听懂，做踏实了，什么寒冬酸痛通通不用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立刻进入第一步，断寒源。你仔细听，好，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每天都在往身体里灌冷媒。很多乡亲一听到膝盖痛，直觉就是膝盖有问题，这又是西医，那套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死脑筋。我们中医看的是一个整体，你的膝盖不好，根源根本不在膝盖，而在你的肚子里，在你的脾胃。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主四肢。脾胃在5行里面属土，它是我们身体的中心，就像是大地一样。大地要是结冰了，长出来的树木会好吗？你的四肢就是大地上长出来的树枝。
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也就是制造热量和营养的工厂。当你的脾胃温暖，气血充足，这股热气就会源源不绝地送到你的四肢百骸，把你的膝盖骨包裹起来，这就是最好的保护层。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在破坏这个工厂，让脾胃变成一个大冰箱，它自己都冷得发抖了，哪里还有多余的热量送到你的膝盖去呢？没有热量过去，外面的一点风寒湿气轻而易举就钻进你的骨头缝里了，听懂了吗？你以为只有喝冰水才会让脾胃变冷吗？错，真正耗空你气血，让你的关节结冰的，往往是你以为最养生的好习惯。接下来我要点名的这几件事，你如果中了，赶快停下来，不然吃再多神仙药也救不了你的膝盖。现在很多老人家每天早上起来，听人家说要养生、要排毒，就打一大杯绿的精力汤，或者弄一大盘生菜色拉，空腹就这样咕噜咕噜喝下去。你这是在喝冷媒啊，诸位乡亲。早上是什么时候？那是太阳刚刚升起，我们人体阳气刚要生发的时候。你的胃就像是一个刚生火的小火炉，你一盆冰水，也就是生冷的蔬菜、水果直接浇下去，火当场就被你浇灭了。还有那些天天吃一大堆西瓜、火龙果、奇异果的人，你以为吃水果降火气很好吗？这些生冷寒凉的东西进到肚子里，你的脾胃要消耗多少自身的阳气，才能把它们加热到和体温一样？日积月累下来，脾胃的阳气被你耗干了，运化水湿的能力就停滞了。水往低处流，中医讲湿性趋下。你脾胃虚寒，运化不了的水分，它不会往上跑，它一定是顺地心引力往下半身走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膝盖和小腿特别容易肿胀沉重。你感觉膝盖像是绑了沙袋一样，走起路来拖泥带水，那就是湿气卡在里面了。湿气再加上寒气、冰水混合物冻在你的关节腔里，你说能不痛吗？这些排不出去的水饮就变成了阴寒的死水，顺着经络往下半身流，这才是你膝盖又肿又痛的罪魁祸首。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医案，之前有一个快70岁的阿嬷被家属推着轮椅进来找我，他那个膝盖痛到什么程度呢？连站起来上个厕所都要人扶，西医看了好几家，都说要马上开刀换关节。他哭着跟我说：“医生啊，我平常很注重养生呢，我不吃肉，天天吃水果，早上都喝小麦草汁，怎么还会得这个病呢？”我一看他的舌头，舌苔白厚滑腻，这就是标准的寒湿困脾。我跟他说：“阿嬷，你这哪里是养生？你这是在慢性自杀，你的关节是被你自己吃出来的冷气给冻坏了。”当时我没有给他开什么专门针对膝盖的药，我也没有叫他去开刀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帮他把脾胃的火炉重新点燃。我用的思路就是古人传下来的经方智慧，像是桂枝汤加减的那种逻辑。我今天把这个思路告诉你，你可以拿着这个思路去咨询你身边的专业中医师，让他帮你辩证加减。这个逻辑很简单，就是用辛温的药材去温化他脾胃里的寒湿，把那些积在下半身的阴寒湿水给气化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严格命令他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生冷水果、色拉、精力汤全部停掉，只准吃煮熟的温热的食物，连喝水都要喝温热的。你猜怎么着？这阿嬷回去乖乖照做，把那些寒凉的东西全戒了，配合中医师的调理，不到1个月，他自己走着进来看我。虽然还走得慢，但已经不需要轮椅了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说膝盖那种冷冰冰、重沉沉的感觉不见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中医辩证的威力。不去动刀子，只要把你体内的环境改变了，把寒湿的源头给切断，身体气血循环好了，自然就会走向健康的轨道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断寒源有多重要。但是光是停掉生冷还不够，你得主动出击，帮脾胃加点柴火。接下来我教你的这个食疗小秘方，简单到不行，但对调理体质非常好。咱们平时在家里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暖胃法宝就是生姜和大枣。生姜是散寒的，能把胃里的冷气往外赶；大枣是补血健脾的，这2个加在一起就是绝配。你每天早上切3到5片生姜，记住一定要带皮，因为姜皮是利水的。然后拿5、6颗红枣，把红枣掰开放进锅里，加2碗水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个15分钟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每天早上喝热乎乎的1碗，喝下去你会感觉胃里暖洋洋的，这就是阳气在生发。这杯生姜大枣茶，你要在早上喝，最晚不要超过中午。过午不食姜，下午晚上喝容易上火，影响睡眠。你就坚持这样喝，把脾胃养得暖暖的，你制造冷气的源头就彻底断掉了。
这就是我们调理体质的第一步，把脾胃的冷气关掉，你嘴巴的冷气关了，脾胃暖起来了，这很好。但是那些年轻时欠下的债，那些已经卡在膝盖缝里冻了10几20年的成年老兵，光靠喝点姜茶是化不开的。这些老兵如果不排出去，遇到冬天冷风一吹，你的膝盖还是会隐隐作痛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要去医院抽水打针吗？当然不用。接下来这第二步，排沉寒，也就是我们要教你的泡脚排寒大法。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做，我保证你做完之后全身舒畅，连晚上的觉都睡得特别香。为什么泡完脚会让你睡得特别香呢？这就讲到了我们中医里头一个非常高深的智慧，叫做水火既济。你想想看，咱们人老了，阳气往往浮在上面下不来，所以你常常觉得头上发热，嘴巴容易破，眼睛干涩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西医看你这样，就是说你是发炎了，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。可是你看你的下半身，你的膝盖、你的脚底板却是冷冰冰的，上面在烧火，下面在结冰，这就是阴阳不交。老祖宗早就说过，寒从脚下起。我们脚上有2条非常重要的经络，一条是肾经，一条是膀胱经。这2条经络就像是人体的下水道和暖气管，你只要把脚底板的温度给提起来，就能把上面那个虚火给拉下来。这在易理里面叫做引火归元。火下来了，脚暖了，膝盖里的冰自然就化了，同时你的心神也安定了，当然就睡得香。但是诸位乡亲啊，很多人泡脚根本就是在乱搞。你以为打一盆烫水，把脚伸进去，烫得红彤彤的，烫到全身满头大汗，那就是排毒了吗？大错特错，这简直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。中医讲汗血同源，流太多汗就是在伤你的津液，伤你的阴血。老人家本来气血就虚，你每天晚上这样大汗淋漓的泡脚，泡完头晕眼花，心脏扑通扑通跳，这膝盖的寒气还没排出来，你的心血先被你耗光了。这就是不懂医理的可怕。真正的尼师泡脚排寒大法是有严格规矩的，你仔细听好，这3个细节，你如果做错一个，这脚就算白泡了。第一个重点是水位，你拿个洗脸盆随便泡脚是完全没有用的，那个水太浅了，只能洗洗脚丫子。你要去买那种深一点的泡脚桶，木桶保温效果最好。水要倒多深呢？水面一定要超过你的小腿肚，最好能够泡到膝盖下面一点点。为什么要这么深？因为我们小腿上有很多掌管气血的重要穴位，像是三阴交、足三里，这些都是气血的开关。热水一定要淹过这些开关，热气才能顺着经络一路往上推，推到你的膝盖腔里面去，把里面的陈年老兵给化开。第二个重点是水温，千万不能烫破皮。你用手腕内侧去试水温，觉得温热偏暖一点点，大约40度出头就好。我们是要用温和的热力慢慢去渗透，不是要你烫猪肉。特别是有些血压不稳，或者有糖尿病的乡亲，脚底神经末梢的感觉比较迟钝，很容易烫伤自己。这种情况一定要请家人帮忙量一下水温，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。第3个重点是时间和出汗的程度，这点最关键。泡脚的时间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。你泡的时候注意感觉你的额头和后脖子，只要感觉微微出了一点毛汗，有一点潮湿的感觉，就代表达到目的了，这叫微汗出。这就代表你体内的气血已经循环开来了，寒气已经顺着毛孔散出去了。这时候你要立刻把脚擦干净，穿上袜子保暖，千万不能泡到满身大汗，衣服都湿透，那反而会受风寒。那有人就问了，水里面要不要加东西呢？可以加，但不要乱买外面那些来路不明的化学药包。最安全最实在的就是加点生姜或者是艾草，你切一大把生姜，或者去中药房买一点便宜的干艾草，这2样东西在我们中医里头都是纯阳之物，性质辛温。我们不讲它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，我们讲它的气，姜和艾草的热气能够温通经络。你把它们放在锅子里先煮开，煮出味道来，然后把这个热汤兑进你的泡脚桶里，这个纯阳的热气就会顺着你的脚底板钻进去，把你关节里面的风寒湿气像赶贼一样给赶出来。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医案。以前有个老伯伯脾气很硬，就是我们台湾话讲得非常铁齿，他膝盖痛了好几年，每天出门都要拿拐杖，走一步停一步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儿子带他去大医院，西医说软骨都磨没了，一定要开刀换人工关节。这老伯伯死活不肯，说换了那是假腿，坚决不要。后来被人介绍来找我，我一看他的腿肌肉都萎缩了，膝盖摸上去像是冰块一样，没有一点温度。我跟他说，阿伯，你这就是成年的寒湿痹症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
我当时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调理思路，让他回去找附近的专业中医师开点温经散寒的方子来辨证加减，这叫内调。同时我千叮咛万嘱咐，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照我刚刚说的这个泡脚大法，用艾草煮水泡脚，水位一定要过小腿肚，为汗就收，这叫外治。一开始他还不信，说泡个脚能有什么用？我说你别废话，你先试个2个礼拜再说。结果呢，这老伯伯回去天天照做，半个月后，他儿子扶着他来复诊，高兴地跟我说，他爸爸晚上睡觉膝盖再也不会抽痛了，早上起来关节也没有那么僵硬了。这个老伯伯后来坚持这个外治内调的思路好几个月，有一天居然自己拄着雨伞，不用人扶就走到公园去泡茶了。你看，只要方法对了，把冰化成了水，把寒气排了出去，你的关节自然就松绑了，气血通了就不痛了。但是诸位乡亲，你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吗？错。如果你不把大门关好，你今天晚上好不容易排出去的寒气，明天早上又会被你吹进来。这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守门诀窍，很多人就是败在这一关，导致膝盖痛反反复复，断不了根。接下来我就要教你怎么把阳气死死守在关节里，让风寒再也进不来，这叫做固表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体内的冷炉子给烧热了，好不容易透过泡脚把千年的寒湿给逼出去了。如果你这个大门没有关紧，外面的贼风一吹，你这不就等于白做工了吗？所以这第3步守阳气，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居家保命细节。很多人就是生活习惯太差，一边在吃中药调理，一边又在拼命斗气，结果膝盖痛反反复复，最后又去怪医生没医好。诸位乡亲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台湾的夏天多热啊！大家在家里最喜欢穿什么？短裤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很多住在透天厝1楼的乡亲，那个地板都是瓷砖，地气非常寒。你上面吹着冷气，下面电风扇对着腿狂吹，你还光着脚丫子直接踩在那个冰冷的瓷砖上，你这不是开门一道吗？你这是在引狼入室啊！我有个老病患就是这样，夏天很热，他舍不得开冷气，就拿一个大工业用的电风扇，直接对着腿猛吹，吹了一整晚。第2天早上起来，糟糕了，膝盖痛到下不了床，肿得像个大馒头，僵硬的连弯都弯不下去，这就是典型的贼风入络。风寒带着湿气，趁着你晚上睡觉阳气最弱，毛孔打开的时候，直接把你关节的防线给攻破了。中医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，你的膝盖本来就已经受过寒了，它的防御力比正常人弱得多。你把关节直接暴露在冷风下面，那个风寒马上就顺着你的毛孔钻进去。所以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不管天气多热，只要你人在冷气房里或者在家里走动，一定要穿薄长裤把膝盖盖住，脚上一定要穿一双薄棉袜，把脚底板和脚踝保护好，这叫护住你的底线。你只要把这层皮给守住了，把阳气闷在里面，风寒就绝对进不来。除了穿衣服保暖，我们身体还自带了2个非常强大的暖炉开关，你不需要花钱去外面给人家按，你自己在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按。这2个开关，一个负责给你加油打气，一个负责帮你把僵硬的筋骨给松开。这可是不花钱的养生大招，你一定要学起来。第1个开关叫做足三里，这是我们胃经上面最大的一个穴位，是补气血的万能穴。你脾胃虚寒，气血下不去，按它就对了。怎么找呢？非常简单，你不用管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，你坐在椅子上，膝盖弯曲成90度，你看你的膝盖骨下面外侧是不是有一个凹陷的地方？我们叫它外膝眼。你把你的4根手指头并拢，放在这个外膝眼的下面，你4根手指头的宽度就在你小腿骨外侧一点点的地方。你用大拇指按下去，会有一点点酸酸胀胀的感觉，这就是足三里了。你每天用大拇指去揉按它，不用太用力，揉到感觉温热酸胀就好，一边按个3到5分钟。这就是在帮你的脾胃生火，把新鲜的气血源源不绝地往下半身送，气血足了，关节自然就润滑了。第2个开关叫做阳陵泉，我们中医讲筋会阳陵泉，只要是你觉得膝盖僵硬，筋拉不开，走路卡卡的，找它准没错。这个穴位在哪里呢？你顺着刚才足三里的地方往小腿外侧摸，你会摸到一个圆圆凸起的小骨头，在这个小骨头的斜下方凹陷处，你用力按下去特别酸的地方就是阳陵泉。你一样每天揉按它几分钟，这2个穴位配合起来，足三里补气血，阳陵泉松筋骨，这比你吃什么保健食品都管用。老祖宗把这么好的开关长在我们身上，你不用它跑去医院挨刀子，这不是傻吗？
最后我要讲一个很核心的观念：很多长辈觉得自己膝盖不好，是因为运动太少，于是就每天跑去爬山，跑去公园快走，走到膝盖都肿起来了，还要咬牙硬撑，说这叫锻炼，这又是大错特错。我们易经里面讲，人到了中老年，你的阳气就像是下午3、4点的太阳，它已经不是早上8、9点的出生太阳了。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尽情挥洒，老了你要懂得藏，懂得养。你的关节已经在跟你抗议了，它里面气血不够，冷冰冰的，你还要它去过度劳动，这不叫锻炼，这叫耗损。一台生锈缺油的机器，你越是铁命去转它，它报废的就越快。真正聪明的养生是把阳气藏在里面。如果你膝盖已经不舒服了，你就暂停那些爬山、上下楼梯、深蹲的剧烈运动，你用平地散步来代替。走累了就休息，让你的气血安安静静的去修复你的关节，3分调理，7分靠养。你只要把这手阳气的细节做到位，不吹冷风，多按穴位，不过度消耗，你的膝盖就有救了。这3步走下来，从断寒元排沉寒到手阳气，这就是一套最完整的护腿大法。把这些道理讲破了，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对不对？中医从来都不是什么玄天上帝的法术，它就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观察大自然、观察人体总结出来的生活常识。西医把我们的人体当成是一部汽车，哪个零件坏了、磨损了，就把你推到手术房里，拿刀子割掉，换一个不锈钢的，换一个塑胶的上去，这叫修理机器。可是人是有生命的，人是一个小宇宙，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就像是大自然里的阳光和流水。你的膝盖结冰了，你不去把太阳升起来，不去把冰雪融化，反而去把那个冻坏的骨头给锯掉，换一个假骨头，这有解决根本问题吗？完全没有。寒气还是在你的体内，今天割了膝盖，明天寒湿又跑到你的腰上，跑到你的脊椎上，难道你要把全身的骨头都换成铁的吗？你去大医院看那些所谓的健检报告，红字一堆，把你吓得半死。这就是现在最常见的花招，用机器看出来的冰冷数字来恐吓你。可是你摸摸自己的手脚，你看看自己的舌头，只要你吃得下、睡得着、拉得通畅，手脚温暖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。机器拍出来的影像不代表一切，整体的阴阳平衡才是重点。我们中医治病叫做治未病，就是在这个病还没有变成大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从根源上去调整它。我们把身体当成是一个花园，这块土地现在太冷了、太湿了，长不出好草了，我们就给它松松土，晒晒太阳，把寒气排出去，土地温暖了，生机自然就回来了。你的膝盖也是一样，只要你给它足够的温度、足够的气血，它自己就会去慢慢修复。这才是大道至简。我知道很多乡亲看我的影片，心里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，做工搬重物，吹风淋雨，落下了这一身的病根，现在老了只能受罪。千万不要有这种悲观的想法。人的气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能够调得回来。你现在开始做，绝对不晚。你把脾胃顾好，不再往肚子里灌那些生冷寒凉的东西，不再让你的五脏六腑冷得发抖，这是第一步。你每天晚上花个15分钟，安安静静的坐下来，用温热的水泡泡脚，加点生姜、艾草，把一天的疲劳和钻进体内的寒气，顺着毛孔微微的排出去，让那个火气降下来，让脚底暖起来。这是第二步。你在家里多穿一条薄长裤，把冷气电风扇的风向调高，不要直吹关节。没事的时候，按足三里，揉揉阳陵泉，把阳气死死的锁在身体里。这是第三步。这3步不需要你花大钱买什么名贵的保健食品，也不需要你去医院排队挂号看人脸色，它全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全都在你的起居饮食之中。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护身符。很多长辈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儿女，自己省吃俭用。但是你记住，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，不生病，不用儿女请假推着轮椅带你去看病，不用儿女在病房外面掉眼泪，这就是你给儿女最大的财富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对家庭最大的贡献。健康就是你家里最好的风水。一个家庭里，长辈身体硬朗，笑容满面，这个家的气场就是旺的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。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我讲述了这些观念，可能打破了你过去几十年的习惯，但我希望你能把这些话听进去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，觉得有道理，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到你的群组里，传给那些还在天天吃止痛药，还在排队等着换人工关节的老朋友，让他们也听听看，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
这份功德无量，也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打上阖家平安4个字，我们一起把这份善念，把这份老祖宗的智慧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见，让更多的家庭能够远离病痛。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祝福大家气血充盈，阖家平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